进来。首长，母后来电。基地启用神秘人物，代号老鹰，目的不明。母后。 看来我还得再见见秦天亮。是。哎，注意保密，单独会见。这就是天下1号在电厂爆炸点的分布图，它们分别布置在管道、油罐，还有动力锅炉等重要车间，少一部分。 他们设在了办公楼，还有人员稠密的地方。看来敌人是不惜血本啊！天亮同志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：电厂的爆炸计划和原来的雷管事件是不是有关系？没有任何关系，因为这些爆炸点不用雷管引爆，他们采用了电脉冲的点火方式。啥？也就是说，这些爆炸点不用明火引爆，而是用电。 当电压跟电流有一点点不稳定的时候，就会产生火花，引爆炸药。这好办，把电路剪断不就行了？敌人不会用这么简单的设计方法，他们在每个爆炸点都用了一种叫做铅酸蓄电池。这又是什么？这种电池的特性就是用硫酸溶液进行电解，持续发电。 当硫酸溶液的密度也就是浓度，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就会自动引发爆炸。天亮，继续说。电厂就是一个爆炸区，这个爆炸区有15个爆炸点，每个爆炸点都有这种蓄电池，把每个爆炸点连接起来，就变成一个爆炸区，把每个爆炸区互相连接起来。 就变成了天下1号的爆炸网，而这个爆炸网有一个总蓄电池，当这个蓄电池的电量耗尽的时候，也就是整个重庆发生大爆炸的时候。但是，就算我们把每个爆炸区的连接切断，把每个爆炸点之间的电路切断，也是不管用的，因为它们还有小爆炸点，而每个小爆炸点都有分蓄电池。 只不过这些小爆炸点是单独引爆，不会影响其他的爆炸点。这么说，我们就拿天下1号没办法了。现在最困难的是，我们不知道这个爆炸网的总开关在哪里，也不知道爆炸区之间的连接方法。这一切全都在天下1号的模板里，而电厂这个爆炸区。 只是天下1号整个爆炸网的冰山上的一角。那我们先解决电厂这一块，把连接线切断。没有专家的指点，我们不能随便动这些连接。如果一不小心，就会影响电流，而影响电流就很有可能引发爆炸。一个爆炸点的爆炸就会起连锁反应，它也会影响电压跟电流，就会影响到下一个爆炸区的爆炸。 所以说，这一剪子下去，搞不好会炸掉整个重庆。按你说的，就算我们把所有的爆炸点都找到了，也要在同一时间一起切断电路。这就是天下1号的狠毒之处。所以我们必须等待爆破专家的到来，等爆破专家把这些技术问题全部解决以后再说。在这之前，我们只能做最坏的打算。 该死的天下1号！我们真是有劲儿使不上啊！技术的事儿先不提。天亮，你先说说电厂爆炸点的具体情况。好，电厂的爆炸点一共有15个，安装的时候有2个人分别安装，他们之间互不通气。安装完以后，由第3个懂电的人再把这个15个爆炸点。 全部连接起来。当连接的时候，我们全部被清场了。
所以我现在最多只能指出15个爆炸点的方位和它们之间的电路。天下1号狠毒啊！就算是我们找到了爆炸装置，也不敢下手。再说了，那个蓄电池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在哪儿。专业同志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不能这样被动的等着。我看这样，我到部队的工兵营，抽调一些爆破人员，对电厂的爆炸点进行研究，看能不能掌握敌人这些爆破装置的规律。没有把握，千万不能轻举妄动，我们不能影响整个城市的安危。我向首长汇报，让他请爆破专家帮助我们研究这口该死的蓄电池。报告，首长，这里发现一个爆炸物。快，过去看看。拆下来。这些连接线有真有假，没有图纸，无法排爆。是不是把它扒出来？不行，这种电池里面是硫酸溶液，这种溶液稍微晃动就会有危险。你去把标旗拿过来，做个标记。是。哎，这位师傅，请你远离现场。不认识了。我是负责后勤卫生的周师傅。你姓什么都没用。哎，里头干嘛呢？今天厂区有特殊任务，无关人员都得离开。快走！里头到底干嘛呢？我看。走走走。看看。不行。整个重庆市的人民都生活在这堆爆炸物旁边。看来天下1号不除，我们都不能睡一个安稳觉。撤我的职！告诉他们，我会上诉。国防部这群混蛋，把模板弄丢的责任都推给我，真是谁嘴大谁有理呀！国防部前情报室白主任之死，据查是你指使情报科长秦天亮所为。你袒护部下，把秦天亮抓了又放，并没有真正处理。现在作为潜伏人员留在了大陆，想把天下1号的功劳据为己有，这就是上峰撤你的理由。我就是替罪羊，把我撤，谁接基地？我。委任状。
你们在这嘀嘀咕咕什么呢？他这是又怎么了？顾司令被停职了，那个叫老鹰的要占顾司令的办公室。快进去干活吧。是。报告，长官。警戒。汪组长，我们见过。按照长官的指示，我来了。长官，请吩咐。汪组长，请把你们电讯组的频率代码给我一份，我要看。是。稍等。汪小姐，晚上有没有时间？可不可以陪我喝杯咖啡呀？长官有任何公务，请在工作时间指示。没什么公务，除了顾司令，你是我在这个地方见到的第一位同仁。毕竟有缘嘛。我想了解了解基地的情况。基地的情况我不掌握。长官有任何的问题，可以请教顾司令长官。今天晚上我夜班，公务在身。好。那你去把郑彤叫过来，顺便让他给我一份密码本。是。幸亏当时我没把秦天亮给杀了，否则能扣我个杀人灭口的帽子。这样吧，家里还有一些字画珠宝，你去毛局长那儿活动活动啊。消息好的。爸。干脆别在这破岛上干了，要活动就活动到台北去。你爸当初要是有这个本事，咱们就不会来到这个小岛了。组长，你不舒服啊？姐，要不你回去休息吧。你们先干活，要不然我回去吃片药，快去快回。新长官如果来的话，你帮我盯着点儿。他下班了，詹主任他们说他新官上任，请他喝酒去了。你盯着点吧。哎。天下1号啊，真的那么严重？非常严重。好，田亮同志，我原则上同意你的计划。至于爆破专家的问题，王专员已经口头向我汇报过了，这个你不用操心，他会向上级请示支援的。你呢，只专心做好你的事情。争取那些特务们对你的信任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拿到木板。是。报告。进来。首长，专线电报。这我能看吗？尽管是绝密，你也可以看。是。陆显章被停职了，这一停职，这重庆的特务就会蛰伏，老爷就不会露头了。不用担心。
明天我去北京汇报工作，请上级再想一想。你如果联系我不方便，赵文明同志，你俩配合好。是。英组长，天下1号的模板是国防部管的，他们把它放在哪儿了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保密局的各省市站跟国防部隔着很多层呢，根本就不可能知道。那要照你这么说的话，这不成无头案了吗？那也不是，你要到国防部好好查查，兴许能查出来。国防部的人说你指使秦天亮杀了白主任，偷取了模板，欲加之罪。他们这么胡咬，你信吗？顾司令，不要激动。还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在你们撤离的时候，模板遗落在了大楼，至今他还待在国防部大楼保险柜里。那倒是有可能。既然这样，那就把你潜伏的人员激活，让他们去国防部大楼保险柜去搜搜，不就得了？让潜伏人员去干这个？那儿现在已经不是国防部的大楼了，它是在共产党的手里边。你去找到模板，那不也落到共产党手里了吗？就算落到共产党手里，那你就让那个老 A 出手。他不是已经成功潜伏到共产党内部了吗？潜伏人员搞个暗杀，传个情报，那行。可他们干不了特种兵的事儿。顾司令是想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保住手里那点本钱吧？哎，话可千万不要这样讲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你不说他们适合干那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吗？那就让他们去偷。你可以激活那个老 A， 让他带领着潜伏的弟兄们去干。就算落到共产党手里，你也可以让那个老 A 出马。你不说他已经成功潜伏到共产党内部了吗？我约你喝咖啡你不去，看电影你又失约，刘光兰有什么好的？你不是立牌坊吗？我是真没时间啊。新来的这位长官，事儿特多，这不又要有行动。我这保密室主任可走不开呀。就他，我告诉你，我爸已经找毛局长活动了，不用管他。报告。请进。司令亲自你的电文，你签字，我好发报。什么？启动重庆的同仁，搜国防部大楼，这不是去送死吗？也不知道杜副站长和秦科长他们在那边怎么样了。你是谁啊？保密室参谋顾影，顾显章的女儿。你就是顾司令的千金呀！这边请。殷长官，我不是来和你套近乎，我是有事情要向你反映。你有事情向我反映，请说。基地有共产党，你管不管？基地有共产党？谁呀？电讯组，汪澜。汪组长是共产党？对，他就是共产党。那你怎么知道？撤退前，他放了鸽子，就很值得让人怀疑了。平时他和我们不一样，
你把他抓起来了，上手段，不出3天，他准招了。汪组长是共产党，那为什么顾司令，也就是你的父亲，还把他带到基地？为什么他不给他什么手段，或者说直接逮了他？你爱信不信，这是你在基地站稳脚跟的筹码。反正过了这个村儿，就没这个店了。你要是不信，那我就先走。这整的哪一出呢？雨禾，进来吧。你怎么知道是我呀？一听你的脚步声就知道了。还工作呢？这是天下1号的资本文件，不过是个假的。假的？假的，你研究它干什么呀？你说地下战线的同志也是，怎么没搞清楚的乱传情报呢？这假的，不会是你弄的吧？每一份传出来的情报都是有血有肉的，不管它的真假，我们都要尊重它。我明白了，嫂子和你的孩子都是为情报牺牲的，所以你才会对战友和情报这么有感情。不提这个，你也来看看这张图。能不能上班的时候再研究工作呀？马处长一样。不是，现在不是时间紧迫吗？我们得抓紧呢。你不说它是假的吗？假的研究它有什么结果呀？你看啊，这个标记的爆破区肯定是假的，这个呢，还有这个，那就不一定了。这份情报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。我想啊，把上面的标记全都挖它一遍，争取能够找到他们之间的关联。这个方法也太笨了吧！这全重庆都被你挖烂了呀！你这么一折腾，全城老百姓不都知道了？我也正担心这事儿呢。要这个时候特务跳出来造谣生事的话，会造成全城的恐慌啊！废，跑到荒岛上去了，活该！进来。首长，专线急电。老爷激活，目标国防部大楼地下室。后，看来这个老鹰的确是个危险的对手。你通知幕后，叫他沉寂下来，否则我们有行动的话，老 A 可能判断出基地上有我们的同志。是。那么就由我们来对付这个老 A 了。给我接秦天亮办公室。首长，秦天亮的级别没有专线，是电话局转接的。我让他到洪团长那儿去，用警备区的军用线路，这样可以保密。好的。是。第一，国防部地下室究竟是什么文件，让敌人这么兴师动众？是不是天下1号文件？这个你来判断。第二，老 A 已经激活，通过这次行动，能不能查出蛛丝马迹？办法你去想，我不干涉。必要的时候，可以采取非常的手段，但是一定要向我汇报。是，明白了，首长。打完了。
打完了，谢谢你啊，洪团长。哎呀，不用客气，应该的。首长交代过，全力配合你工作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现在管你要枪要人，多少？1个排。没问题，归你指挥。说吧，派他们去哪儿？你知道过去国民党时期的国防部大楼吗？知道啊，那楼现在不是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办公的地方吗？有卫兵啊，1个班呢。1个班不够，这次特务想来个武装行动。他们想进大楼，到国防部的地下室，好像要拿什么东西。他们肯定会直接闯入的。好，我绝不让他们靠近大楼半步。不，你不是有一个班在守卫吗？让他们假装啊，跟特务们打一阵，然后退下去，啊，让特务完全的进入大楼。那1个排的战士，当做增援，在外面守候着，等他们一出来，把他们全部歼灭。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，让他们从地下室把东西带出来。这是新的任务。这不是国防部大楼吗？没错，这就是国防部大楼的地下室。想办法把天下1号的模板给我弄出来。啊？那东西还在这里头呢。他们撤退的时候，白主任不知道什么在地上，所以那东西就没有带走。浪费！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要是在的话，恐怕也早就让共产党给搜走了。内部消息，共产党至今也在找天下1号的模板，说明这个东西还在这个地方。从这儿看看，守卫的人应该不多，咱们抽冷子也能进去，但是咱们怎么出来？哼，这回你再说到点儿了啊！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进到地下室，拿到模板，同时呢，要做明目假象，档案材料能拿多少拿多少，让他们觉得我们是拿材料来的。没那么容易吧，1号？共产党当初那么多人，那么长时间都没找着，就咱们几个这么短时间，找不着。所以说呀，这次要多调一些国防部潜伏下来的人，他们对地下室非常的熟悉，就算没有拿到模板，把情况给我弄清楚。没错，太对了，您说的。要知道当初国防部的这地下室，咱们连边儿都碰不上。好了，分头去准备吧。记住了，明天白天各自联系，晚上12点，国防部后花园见。记住啊，让国防部的人先上，我们策应着。明白？是吗？怎么样，1号，都到齐了。好，来，今天的目标就在那儿，离我靠近点，再靠近点。好，不要轻易打枪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现在宣誓，为了党国光复大业，不成功。上！干什么？那个同志，不要误会，我们是来找亲戚的。这大半夜里迷路了，你看这地址咋走啊？人跑怎么办？没事，上面找到外面。进。
命案解开。是。进。咋回事？出去看一下。是。继续干活。糟了，被发现了。小点声，应该问题不大。这里面只有一个班，听着枪声应该是给解决了呀。咋回事？楼上没有东西，不知道楼里哪天回来。坏了，这是咱们哪有机会接触地下室？让我们现在中气了，我们去这把孙子。兄弟们，快上！快点，准备来走。几位是居管会同志吧？我是警备局洪生。你好，我是政保社长马有仪，这是侦察科长秦天亮，干事李和。这些看来都是潜伏特务，一个活口没留。能说说具体情况吗？特务冲击大楼地下室，警备区在这里只有一个班的兵力。接到报告后，我赶来增援，正赶上他们从地下室出来要逃窜，全部击毙了。他们到地下室干什么？啊，处长，这里估计是国民党的国防部大楼，地下室里面有他们的密室。对，他们直奔地下室，估计那里有他们要找的东西。不过我搜过他们身了，带些国旗文件，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找什么。天亮，我们到地下室看看。啊，你们先下去，我跟团长再了解一下情况。好，越仔细越好。是，走。那我去了。你的计划够高明的，一个活口没留。楼那边乱放几枪，楼外人不起疑心，咱们的人没有伤亡。秦天亮，我真服了你了。不，我得感谢你们执行计划执行的非常的彻底。你们如果要提前的加强警卫，或者把外围的特务给抓起来的话，那我们内部潜伏的特务就会得到消息，基地上的同志就不安全了。对。他们强行抢入地下室，到底想干什么呢？李和，从明天开始，检查这里的文件资料，寻找线索。是。所有的特务都被我方给击毙了，他们身上带的文件也查明了，是国民党撤退的时候没有带走的东西，也都过期了，还有一些民主党派同志的学习材料，也都不是什么重要的文件。大家怎么看这个案子？既然是武装强行冲入大楼，肯定有敌人要找到非常重要的文件。这不可能吧？这么重要的文件能放在地下室？国民党撤退的时候不是带走就是销毁了呀？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是天下一号。天下一号，这么重要的文件能够带走吗？秦天亮，你的意见呢？我同意王专员的分析，一定是天下一号。好，继续追查遗留文件，
每个文件柜都要清查一遍。此事儿由秦天亮同志主抓。是。老爷对我们这次行动失败非常不满意，是不是在咱们行动之前走漏了消息？要不然共产党不可能知道的那么快，就好像提前安排好了似的。我们内部有鬼。你是说蜂王？看来蜂王上岛了。报告。进来。重庆1号来电。一群废。长官，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慢。汪组长，你是怎么到保密局工作的？顾司令当年来电讯班招人，选上了我就来了。殷长官对我的履历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档案科调查，我的履历一目了然。我对你的履历并不感兴趣，我对你和顾参谋的关系很感兴趣。我跟他的关系怎么了？他说你是共产党人。长官，如果你认同顾参谋的话，请通知宪兵队，把我抓起来。您要来点什么？哦，3洋肥皂，刘兰香牌牙膏。好，您稍等啊。好，慢走啊。老板，哎，刚才那人买什么了？他呀，他拿了一块3洋牌香皂和一管刘兰香牌牙膏。和他一样，给我来1份。好，您稍等。放货了，必须得给现金。为什么呀？在这以前不都得花上了？这不到了年底了吧，我们也得吃饭呢。哎，那位太太，你是上次带着孩子到我这儿来买鱼的那位吧？啊，是我。上次谢谢你啊，还帮我挑了条活鱼。哎，妹子，看你不高兴，是不是老家发水？老家的人
看你也在惦记着你，不论你们走多远，都是娘的孩子。出门在外，每天都想他。来，把这些带给孩子吃吧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呀？哎，自家的不值钱，拿着。这钱呀，您一定要收着。不知道够不够？哼，我还要给你找零呢。这张小小的纸条，让梁晴的孤独感一扫而空。他知道，这是组织给他的消息，也是指示。